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给大家讲一个让我感动至深的故事，关于一位大陆女富商和她台湾男友的真实经历。这个故事不仅是爱情的见证，更是两岸医疗差异的真实写照。话说，这位女富商叫林思雨，30出头，在深圳拥有自己的科技公司，年营业额过亿，家里就她一个女儿。父亲林教授是著名的工程学专家，母亲早年因病去世。思雨从小就特别孝顺，对父亲照顾的无微不至。去年春节后，林教授突然出现了严重的身体不适，手脚发麻，全身无力，严重头痛，有时候甚至会突然晕倒。思雨急忙带着父亲去了深圳最好的3甲医院，做了一系列检查。林小姐，您父亲的情况比较复杂，我们初步诊断可能是自身免疫性疾病，但具体是哪种，还需要进一步检查。主治医生皱着眉头说。思雨二话不说，马上安排父亲住进了 VIP 病房，找来了全医院最好的专家会诊。然而一连串检查下来，却没有确切的诊断结果。天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思雨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我爸这是什么病啊？林小姐别着急，您父亲的症状很特殊，可能是罕见病，建议您去北京或上海的大医院再做进一步检查。思雨当即决定带父亲飞往北京协和医院。然而北京的专家们也没能给出明确诊断，只是提出了几种可能性，开了些缓解症状的药物。哎呀妈呀，这可急坏了思雨。眼看着父亲的病情一天天加重，思雨心如刀割，她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带父亲寻医问诊。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，思雨带着父亲辗转了德国、美国、英国、日本等10个国家的顶级医院。每到一个地方，思雨都会请翻译，带着父亲的所有检查资料，详细向国外医生说明情况。然而这些国家的医生们虽然给出了不同的诊断和治疗方案，但效果都不理想。林教授的病情依旧时好时坏。思雨啊，别再折腾了，爸爸这把年纪了，能过一天是一天吧。林教授看着憔悴不堪的女儿，心疼地说，爸，您胡说什么呢？我一定会找到能治好您的医生。思雨红着眼睛说。就在这时，思雨接到了一个电话，是他在商业峰会上认识的台湾男子陈志明。志明比思雨大3岁，是台北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的创始人。两人因为业务往来逐渐熟识，发展成了男女朋友关系。思雨，听说伯父病了很久，情况不太好。志明在电话里问道。思雨忍不住哭了出来，把父亲的情况告诉了志明。你别哭，我有个想法。台湾的医疗水平其实很不错，尤其是在某些疑难杂症的诊断上。我有个医学院同学，现在是台大医院的神经内科主任，要不要带伯父来台湾看看？思雨心想，都走遍半个地球了，去台湾试试又有何妨？于是答应了下来。志明立刻帮忙安排了台湾的行程和医疗事宜。当思雨和父亲抵达台北桃园机场时，志明已经在出口处等候。看到憔悴的思雨和坐在轮椅上的林教授，志明心疼不已。伯父，路上辛苦了，我已经联系好了医院，明天一早就去看诊。志明热情地说。思雨心里有些忐忑，虽然他知道台湾的医疗水平不错，但在大陆人的印象中，台湾经济发展不如大陆1线城市，医疗条件能有多好呢？第二天一早，志明开车带着思雨和林教授来到了台大医院。一进医院大门，思雨就惊讶了。医院环境整洁明亮，秩序井然，完全不像他想象中的拥挤嘈杂。更让思雨意外的是，虽然他们没有台湾的健保卡，但志明提前安排好了国际医疗服务，整个就医过程非常顺畅。医护人员态度亲切，耐心地帮助他们填写各种表格。看不出来啊，台湾的医院管理这么规范。思雨不禁感叹。志明笑了笑，台湾的全民健保系统可是世界知名的。虽然台湾经济总量不如大陆，但医疗体系却是非常完善的。很快，他们见到了志明的同学，神经内科的李主任。李主任40多岁，戴着眼镜，说话温和有条理。他仔细查看了林教授从各国带来的检查资料，
又亲自为林教授做了详细的身体检查。林教授，我需要再做几项特殊检查才能确定诊断。李主任说，我怀疑您可能患的是一种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，叫做多发性神经根病。这种病在亚洲人群中比较少见，所以容易被误诊。思雨惊讶地看着李主任，李医生，您是说我爸的病有可能确诊了？别激动，先做检查再说。李主任安慰道，我们医院恰好有相关的研究项目，设备和经验都很丰富。接下来的3天里，林教授接受了一系列专业检查，包括特殊的神经电生理检测、高精度核磁共振和一些在其他国家都没做过的免疫学检测。第4天，李主任叫来思雨和志明，严肃地说，确实如我所料，林教授患的是多发性神经根病，而且是一种罕见的变异型。这种疾病在全球医学文献中记载的病例不到300例，确诊难度非常大。思雨听到这里，双腿一软，差点跪在地上。志明连忙扶住他，那有得治吗？思雨声音颤抖地问。治疗是有的，李主任说，我们医院与日本国立神经病研究中心有合作项目，开发了一种针对这类疾病的免疫调节疗法。虽然不能完全治愈，但可以有效控制病情，让患者恢复大部分正常生活能力。思雨闻言，终于控制不住情绪，跪倒在医生面前。李医生，求求您救救我爸爸！我们已经走遍了大半个世界，就是找不到能确诊的医生，您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。林小姐，请起。李医生和志明连忙将她扶起，这是我的分内之事，不必如此。治疗很快开始了。令思雨惊讶的是，李主任为林教授制定的治疗方案并不是什么昂贵的特效药，而是一套包含药物治疗、物理康复和饮食调整的综合方案。台湾的医疗理念强调整体治疗，不仅看重疾病本身，更注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长期恢复。志明向思雨解释道。更让思雨感动的是，李主任几乎每天都会来查房，详细询问林教授的感受和反应，根据情况不断调整治疗方案。医护人员也都非常耐心细致，经常主动询问他们有什么需要帮助的。哎呀，我以前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啊！思雨感叹道，总以为台湾经济不如大陆发达，医疗条件肯定比不上，没想到人家的医疗服务和水平这么高。志明笑着说，其实台湾的医疗体系有很多值得大陆学习的地方，比如健保制度、医患关系、医学伦理等方面都很有特色。1个月后，奇迹发生了，林教授的症状明显改善，手脚不再麻木，头痛次数大大减少，甚至可以在护工的帮助下短时间站立行走了。爸，您感觉怎么样？思雨激动地问。好多了，头不疼了，手也有力气了。林教授笑着说，眼神中重新有了光彩。李主任也很满意，林教授的恢复情况超出预期，这与他自身的配合和积极态度分不开。再观察治疗1个月，如果情况稳定，就可以出院回家休养了。思雨感激的热泪盈眶，李医生，太感谢您了，如果不是您，我爸可能这要谢谢志明啊，是他把你们介绍来的。李主任拍了拍志明的肩膀，我们台大医院每年都接待不少从大陆来的疑难病患者，两岸在医学上本应多交流合作。在台湾的这段时间，思雨对台湾的医疗系统有了全新的认识。他发现台湾虽然地方小，但医疗资源分配均衡，基层诊所和大型医院分工明确。虽然经济总量不及大陆，但在医保覆盖率、就医体验、医患关系等方面却有着独特优势。志明，我真是大开眼界了。有一天，思雨和志明在医院花园散步时说道，以前我总觉得大陆发展那么快，各方面都领先台湾。现在看来，台湾在医疗、教育、环保等领域确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。志明点点头，两岸各有所长，互相学习才能共同进步啊。在台湾治疗的2个月里，思雨和志明的感情也迅速升温。志明几乎每天都来医院陪伴思雨和林教授，有时带来台湾特色的小吃，有时开车带他们去附近的景点散心。志明的体贴周到、责任感和专业知识都深深打动了思雨。爸，您觉得志明这个人怎么样？
有一天，思雨试探着问父亲，林教授笑了，很好啊，学识渊博，为人踏实，最难得的是有担当。这次多亏了他，不然咱们可能真的要放弃了。思雨低头笑了，脸上泛起红晕。终于在治疗3个月后，林教授的病情稳定，可以出院了。李主任为他制定了详细的后续治疗和康复计划，甚至安排了远程会诊的时间，让林教授回大陆后仍能得到及时的医疗指导。临行前一晚，志明请思雨和林教授去了台北101附近的一家高级餐厅吃饭。饭后，志明突然单膝下跪，掏出一个精致的戒指盒。思雨，这段时间的相处让我更加确定，你就是我想共度一生的人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思雨激动得说不出话来，眼泪夺眶而出。一旁的林教授笑着说，我同意这门婚事，志明，思雨就交给你了。思雨这才点头答应。在众人的祝福声中，志明给思雨戴上了戒指。回到大陆后，思雨和志明开始了两地奔波的生活。志明经常飞到深圳看望思雨和林教授，思雨也经常去台北处理两人的婚礼事宜。两家公司也开始了业务合作，共同开发新项目。半年后，林教授的病情已经稳定，基本恢复了正常生活能力，偶尔还能去大学给学生们上课。思雨和志明的婚礼也提上了日程，准备在台北和深圳各办一场，让两岸的亲友都能参加。思雨，要不是你带我去台湾看病，我可能已经有一天。林教授感慨地说，爸，这都是志明的功劳啊。思雨笑着说，说起来，我们还得感谢您的病呢，不然我和志明可能不会这么快修成正果。傻丫头，说什么呢？林教授佯装生气地说，但脸上却满是幸福的笑容。爸，您知道吗？我这次最大的收获，不仅是找到了能治好您的医生，还打破了我对台湾的很多刻板印象。思雨认真地说，两岸同胞本是一家人，应该多了解、多交流、多合作，才能共同进步啊。林教授欣慰地点点头，说得好，希望你和志明的婚姻能成为两岸交流合作的一个小小缩影。婚礼如期举行，先是在台北举办了一场传统的中式婚礼，志明的亲友团热热闹闹地参加了。婚礼上，思雨穿着华丽的凤冠霞帔，像个传统的大家闺秀；志明则穿着剪裁合体的中式礼服，英俊潇洒。哇塞，这对新人也太般配了吧！志明的表妹兴奋地说道：“是啊，是啊，这位大陆来的思雨小姐不仅长得漂亮，听说还是个超级女强人呢。”台北的婚礼充满了温馨和欢乐，志明的父母对思雨非常满意，尤其是看到他对长辈的尊敬和体贴，更是赞不绝口。思雨啊，别看我们台湾小，但生活质量可是很高的。志明的母亲亲切地说，以后你们要是住在台北，我和你爸爸就能多享受享受天伦之乐了。思雨礼貌地回应，阿姨，我和志明已经商量好了，会两边跑的，不会冷落了任何一方的父母。1周后，两人又在深圳举行了一场豪华的西式婚礼。思雨的商业伙伴和朋友们都来祝贺，场面比台北的婚礼更加奢华壮观。思雨姐真是好福气啊，找了个这么好的台湾老公。思雨的助理小张感叹道，可不是吗？这次要不是陈总，林教授可能就公司的财务总监欲言又止。林教授身体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，虽然行动还有些不便，但精神状态非常好。他在婚礼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，特别感谢了志明和台湾的医疗团队对他的救命之恩。我林某人这辈子最骄傲的是，除了培养出了思雨这个优秀的女儿，就是能有志明这样的女婿了。林教授激动地说，通过这次生病的经历，我深刻认识到了台湾医疗系统的优越性，也让我对两岸关系有了更深的思考。婚礼后，思雨和志明决定先在深圳定居，因为思雨的公司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，需要他亲自管理。志明则计划在深圳设立台湾公司的分部，拓展大陆市场。志明，你不会觉得委屈吗？放弃台北舒适的生活，来大陆打拼。新婚之夜，思雨有些忐忑地问道。志明搂着妻子，温柔地说，傻瓜，和你在一起，在哪里都不委屈。再说了，
大陆市场这么大，是我们公司发展的重要方向，我来这边也是双赢啊。思雨感动的不行，他知道虽然志明嘴上说的轻松，但从台湾的生活环境来到深圳，确实需要很大的适应。台湾的空气质量、生活节奏、人文环境都和大陆有所不同，志明为了他做出了很大牺牲。老公，我保证我会让你在深圳也感受到家的温暖。思雨坚定地说。果然，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思雨处处为志明着想，帮他适应深圳的生活。他带志明去尝试各种地道的粤菜，陪他探索城市的每个角落，介绍当地的风土人情。志明也很快融入了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。他的公司在深圳的分部发展得很顺利，甚至比台北总部的增长还要快。与此同时，思雨也在认真学习台湾的文化和习俗，为自己以后可能在台湾的生活做准备。他跟着志明学习闽南语，了解台湾的历史和民情，甚至研究台湾的医疗保险制度，希望能为大陆的医疗改革提供一些参考。老婆，你知道吗？你这种认真学习的精神让我特别感动。志明看着埋头苦读台湾医疗政策的思雨，由衷地说。思雨抬起头，笑着说，我是真的被台湾的医疗系统折服了。虽然台湾经济总量不如大陆，但全民健保的覆盖面和服务质量确实让人敬佩。我想研究一下，看能不能把一些好的经验带回来，为咱们公司的员工提供更好的医疗保障。这个想法太好了。志明兴奋地说，两岸本是一家，优势互补，才能共同进步嘛。日子就这样平静而幸福地过去了。直到1年后的某一天，思雨突然在办公室晕倒了。思雨，志明接到电话赶到医院时，思雨已经醒了，正躺在病床上输液。医生，我太太这是怎么了？志明焦急地问。医生笑着说，恭喜您，李女士怀孕了，大约6周左右。她这是典型的早孕反应，再加上工作太辛苦，所以晕倒了，没什么大碍，休息几天就好。啊，怀孕了？志明惊喜若狂，激动得说不出话来。思雨虚弱地点点头，眼睛里闪烁着幸福的泪光。这个好消息很快传遍了两家，林教授更是高兴得合不拢嘴，天天琢磨着给未来的孙子孙女准备什么礼物。志明的父母也决定来深圳住一段时间，照顾准妈妈。思雨，你现在有了身孕，公司的事情要适当放手。林教授语重心长地说，我看志明就很靠谱，可以帮你分担一些。思雨笑着点头，爸，您放心，我会注意的。其实我和志明已经商量好了，等孩子出生后，我们打算去台湾住几年。去台湾？为什么？林教授有些惊讶。台湾的教育和医疗环境确实很好，特别适合孩子成长。思雨解释道，而且志明的父母年纪也大了，我们过去住几年，也能让他们多享受享受天伦之乐。林教授默默点头，这倒也是，只要你们好，爸爸支持你们的决定。爸，您放心，等孩子稍微大一点，我们就会回来的。而且您的身体现在恢复得这么好，完全可以经常来台湾看我们啊。思雨安慰道，那是当然，有了外孙，我还不得飞过去看看。林教授开心地说。随着预产期的临近，思雨和志明做了充分的准备。考虑到台湾的产科服务和儿科医疗水平，他们决定在台北生产。思雨提前3个月就飞到了台北，住进了志明父母家，由公婆精心照顾。思雨啊，台湾的妇产科可是全亚洲都有名的。志明的母亲自豪地说，我已经帮你预约了最好的医生和月子中心，保证你生产顺利，坐月子舒适。谢谢妈。思雨感动地握着婆婆的手，有您和爸在，我特别安心。果然，在台北的这几个月，思雨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怀。志明的父母把她当成亲生女儿一样疼爱，志明也经常往返于两地，确保两边的家人和事业都不受影响。更让思雨惊讶的是台湾的产检体系，不仅检查细致全面，医生的态度也非常亲切耐心，每次产检都会详细解释各项指标和注意事项。产检室的环境舒适温馨，完全没有大陆医院的拥挤嘈杂。老公，我真的很庆幸能在台湾生产。一次产检后，思雨感叹道，这里的医疗服务真的太人性化了。志明笑着说，
这就是台湾医疗的特色啊！不仅看重疾病本身，更注重患者的体验和感受。终于，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，思雨的宝宝提前了1周来到了这个世界。经过6个小时的顺产，思雨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婴，足足7斤6两。恭喜林女士，是个健康的男孩。医生把洗干净的婴儿递给志明，志明小心翼翼地抱着儿子，激动得热泪盈眶。思雨，你辛苦了，咱们儿子太棒了，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。思雨虽然疲惫，但兴奋不已，伸手想抱抱孩子。当小生命被放在思雨胸口时，那种血脉相连的感觉让他瞬间忘记了所有的疼痛。他轻轻抚摸着孩子的小脸蛋，感受着新生命的奇迹。我们给他取什么名字呢？思雨柔声问道。志明思考了一下，提议道：叫陈两岸怎么样？两岸一家亲的意思。思雨笑着点头，太有意义了，就叫两岸吧。希望他将来能成为连接两岸的桥梁，就像他的父母一样。消息很快传到了大陆，林教授激动地订了最早的航班飞往台北。当他第一次抱起小外孙时，老人家激动得热泪盈眶。两岸，好名字，真是太有意义了。林教授感慨道，如果不是当初在台湾治病，哪会有今天这样的幸福呢？思雨坐月子的日子过得格外舒适。台湾的月子中心专业贴心，从饮食调理到婴儿护理，从产后恢复到心理辅导，都有专门的团队负责，让思雨和宝宝得到了最好的照顾。哎呀妈呀，这月子中心简直太棒了！思雨的闺蜜小王专程从深圳飞来看她，惊叹不已，比咱们大陆的高级月子会所还要好。思雨笑着说，是啊，台湾在医疗服务这块确实很有一套。现在我算是彻底明白了，发展不仅仅是高楼大厦和 GDP 数字，更是这些看不见的服务质量和人文关怀。小王若有所思，确实如此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我都想来台湾生2胎了。来啊，到时候我给你做向导。思雨开心地说。出了月子，思雨和志明带着小两岸住进了他们在台北准备好的新家。这是一套位于阳明山脚下的别墅，环境优美，空气清新，非常适合孩子成长。林教授也暂时留在台北，一来帮忙照顾外孙，二来继续接受台大医院的定期复查。令人欣慰的是，林教授的病情已经稳定了很长时间，几乎看不出有什么异常了。真没想到，我这病居然能好得这么彻底。林教授感慨道，多亏了台湾的医生啊，爸，您看，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啊。思雨微笑着说，如果不是您生病，我也不会和志明走到一起，更不会有小两岸。是啊，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林教授笑着说，眼角的皱纹里都是满足和幸福。随着小两岸一天天长大，思雨和志明的生活更加充实美满，他们的事业也在两岸蓬勃发展。由于志明在生物科技领域的专长，两人合作开发了一系列创新的医疗设备和药物，不仅造福了两岸患者，也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。思雨，我在想，咱们是不是可以成立一个基金会，专门资助两岸的医疗交流项目？某天晚上，志明突然提议。思雨眼前一亮，这个想法太好了。我们可以资助大陆的医生去台湾进修，也可以邀请台湾的专家来大陆讲学。对，两岸医疗合作，互通有无，才能真正造福两岸民众啊！志明兴奋地说。就这样，两岸医疗交流基金会在他们的努力下成立了。基金会每年资助数十位两岸医生互访学习，举办各类学术研讨会，推动医疗新技术的共享和应用。丽姐，这个故事怎么样？思雨看着我问道。他正抱着2岁的小两岸，志明则坐在一旁，慈爱地看着妻子和儿子，太感人了。我由衷地说，你们的经历简直就是两岸交流的教科书啊！是的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就是思雨和志明的故事。从一次危机入手，却收获了一段跨海情缘；从一次绝望求医，却发现了不一样的医疗文化。两岸同胞本是一家人，只有放下偏见，多交流、多了解，才能真正实现互利共赢、共同发展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